这么多坦克呢，曾经我也会担心说我的这个防潮箱会不会垮掉，但至少目前没有垮掉。我想没有垮掉的意思就是表示说我还可以继续再买。网络上一个好朋友叫威望，他也是 D3 的玩家哦，他一直希望我拍一支影片来介绍 D3。好，有时间我一定把它制作出来。嗨，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最近因为疫情大爆发，所以呢我没有办法出去拍照，也只能够在家里摸相机，所以干脆来简单帮相机打扫一下。那这次呢，我先来整理我专门放尼康古老坦克车的防潮箱啊，今天就来高装检一下。我们先从这台 F2 开始。这台 F2 呢，大家应该很熟悉啊，因为我曾经拍过这一部的介绍影片。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呢，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我的频道去搜寻一下啊，有关这一台尼康 F2 AS 的介绍。F2 真的很漂亮，很可爱。当时我在买的时候呢，曾经在考虑说，到底是要买银色的还是黑色的。其实两种颜色都很漂亮。如果贪心的话，如果自己很贪心的话，我真的很想两台都拥有，因为那是不一样的感觉啦。黑色就是比较有整体感的感觉啦，就是说它整台几乎全黑啊，只有少数一些部分呢有类似银色的东西，但是呢，这样感觉是外形比较利落。那如果说银基的话呢，它就是另外一种比较雅痞的感觉，我觉得也不错哦。不过呢，因为能力有限啊，还有防潮箱的容量有限，所以我现在目前也只能先拥有这一台全黑版的我买相机呢，3分为了拍照，7分是为了就是买相机，就是我收相机就像是在收这个玩具的公仔，只要样子对了就对了，真的是这样子。因为说实在，我根本不缺相机。要拍照，好几台机器排队等着我去玩它，而且我也不追逐这种最新的机器啊，因为我买一台最新的机器，说实在，我可以买10几甚至20台这种老机器。我是外观至上的人，所以这算是我个人的比较奇怪的一种价值观啊，就是说，我宁可拿那个买新相机的钱拿去买这个老旧的机器，因为我可以同时买好几台这种经典的机器，而且它的样子我更喜欢，我就是喜欢这种老的东西啊，机械的东西了哦。那各位这台呢，非常有名的机器就是尼康 F3。那这个 F3 算是尼康它大 F 等级呢第一次跨入电子快门的机器啊，就是有光圈先决的这个电子科技在里面。那F3 呢跟这个 F2 就不一样，它就一定要装电池才可以使用。F2 呢不用装电池就可以使用。其实很多人收藏呢就是收藏机械机，因为它不用装电池，然后也比较不用害怕电池东西坏掉。比如说这一台 F2 呢就没有装电池，我就可以直接激发快门。那各位，我们收藏相机呢，就是偶尔就要拿出来给它清扫一下灰尘，然后再来就是每个转盘啊、快门啊，让它动一下。那刚刚提到像这个 F3 呢，就要装电池才有办法让它激发快门，但是它还是有机械快门的部分，比如说它有一个机械快门60/1秒，这边特别它用60的方式标示出来，在没有电或是不装电池的情况下呢，还是可以紧急激发快门，但是就只有60/1秒。那快门在这边按，不得不说这个 F3 的过片感真的很爽。不过我现在按不下去，就是我没有装电池，所以只能靠这一招。这也是当初他推出的时候，让许多这个用户呢裹足不前的部分，就是以前的人就那个时代的人用机械用的很顺手，忽然出现一个电子快门的东西，他就是没有信心那记得我们的这个用完之后把它拨上来，以免误触所以在当时还是很多人继续使用这一台纯机械的 F2。不过事实上 F3 也证明说它并没有问题，所以后来呢 F3 呢广受欢迎，因为它真的是太棒了。我们在清洁底片丝的时候，就是快门黏不要去喷到，快门黏不要去直接去喷到它，主要就是喷这个稍微把灰尘喷出来就可以了。那小弟因为家里养猫所以这种猫毛真的是蛮多的。好，
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按照这个时代的发展来整理我们的相机啊。再来就是这一台 F4S，F4 呢一度是我认为世界上最帅气的相机啊，因为它的造型就是怎么说呢，很不大一样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比较一下，这是 F3 就是保持着传统机械相机的这种方正，有垂直边缘的这种线条。F4 呢，它就流线多了，整个流线，而且这个地方有个切角，让他觉得它非常的卓尔不群，就是故意耍帅的感觉了。都是跑车设计师，就是那个意大利跑车设计师的作品。这台就是了，这台 F3 就是这个意大利跑车的作品了。然后这个也是，可是更流线，尤其是这个东西这个明显是没有什么功用，这个就是装饰性的刻痕，就是跑车的纹路，就是当时意大利跑车的纹路。F4 下面这一块装起来就是贴合度很高，因为它顺着这个造型，那不像之前比如说 F3 就明显就是再加上一块嘛，再卡上一块，这样像玩积木一样斗上去的，就是感觉起来就是比较老实的，看起来比较老实一点。那 F4 呢就开始进入了整个整体感的感觉，斗上去有没有？它这个曲线的线条是完整的，这样顺过来，整体感就有潇洒的感觉。F4 呢推出的时候，说实在有点毁誉参半。也许是尼控的传统用户都比较古板吧，就是通常都会发生觉得旧的相机比较好，就是新相机刚推出呢，然后呢旧用户都会观望，都会认为旧相机比较好。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当 F3 推出的时候，大家继续用 F2， 因为对于电子快门不信任。那当 F4 推出的时候呢，一样 ，F3 的用户继续使用 F4， 跟这个 F3 呢有很大的进化，在于 F4 已经进入 AF 时代，它可以自动对焦。可是我们知道这个 F3 它生产期很长，甚至比 F4 还长。对，这台尼康 F4 呢 S 呢，我用它也拍过很多卷的底片啊，用起来感觉真的是，它自动对焦呢确实是不够成熟。它除了有 AF 这个特征之外呢，再来就是它已经是一台全自动的相机了，但是呢，各位它还是保持了这种传统的快门拨盘，所有数值都在盘面上面。这个时候支援的镜头呢，比如说低镜一样附有光圈环，所以光圈在那边操控。好，我们现在马上套一颗低镜头，然后光圈呢自己转这个光圈环，就跟以前一样，就跟 F3 一样，保持着这一种操作。纵使它已经是这个全自动的相机 ，F4 呢真的很帅。然后有一个韩国的 MV 非常的经典，里面就有出现过 F4，然后里面就是讲一个摄影师爱上一个这个洗发妹的故事，然后后来那个洗发妹呢被那个底片的药水给弄瞎了，然后那个摄影师把眼睛给他用，反正最后牵涉到个数学的问题，到底是一次捐2只眼睛呢，还是捐1只眼睛，1只保留在自己，这样2个人都看得到。详情的话，有兴趣的朋友再去看这个 MV。